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，在40岁前实现财务自由？这样就可以不用为钱、为生计而工作，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旅游、享受美食、创作艺术品。今天我们不妨来看看流行于美国年轻人间的 FIRE 运动。什么是 FIRE 运动呢？ FIRE 运动指经济独立、提前退休，全称是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， 流行于美国年轻人的一种新词。它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参与 FIRE 运动的人通过极简的生活，在年轻时快速积累一定的财富。FIRE 人群主张先进行储蓄，延迟享受的生活方式。他们通过存够1年生活费的25倍，然后依靠4%的年化收益而生活。我们来计算一下，大家心里可能就有底了。假如一个月生活费是1万元，一年12个月就是12万元，12乘以25倍等于300万，年化利率4%，就是300万乘以4%等于12万，这样算下来正好是12万。看上去300万让人望而却步。有人说，我工资就这么点，一年不吃不喝就存5万块钱，这也要60年啊。我们继续往下看几个案例。马特·欧文夫妇，硅谷工程师，欧文年薪15万美元，妻子艾丽年薪10万美元，他们都是硅谷的工程师。在别人眼里，他们是硅谷高薪的工程师，甚至是很多移民者的美国梦，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，他们并不快乐。他们不愿困在办公桌前，仅仅为了赚钱而工作，他们想要更亲近生活和自然，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生活。为此，他们加入了 FIRE 运动，并开始行动。1. 养老金储蓄计划，两人每年的养老金计划大约是3.6万美元。2. 基金理财，他们将剩下的积蓄通过投资应用和先锋基金账户进入了基金。3. 简化衣食住行，夫妇每月只在外面吃1-2次饭，从而节省食物开支，卖掉他们的车，买了一辆更便宜更省油的车，这意味着又节省了几千美元。4. 投资房子，他们花了27.5万美元在加州买了一套4居室的房子，但不用自己支付房贷，因为他们把其中的3间卧室都租了出去。5. 医疗保险，他们都使用医疗体系服务，在每个月的医疗支出中，家庭成员们可以相互支付对方的医疗费用。6. 开通个人网站，就是在网上分享自己的 FIRE 经验，并制作成课程收费，增加收入，类似国内的自媒体。欧文夫妇说，我们减少开销，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，但这并没有减少我们的快乐。我们开始自己烹饪食物，这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。第二位是一位律师，美国一位38岁的女律师，计划在2年内早早退休。按照 FIRE 运动，她每年消费8万美元，那么只要在2年内攒够200万，就能够实现 FIRE 梦想。为此，从衣食住行上开始计划，缩减消费。通勤方面，为了省油费，用步行上下班代替自驾，控制饮食杂货开销，选择临近过期的折价食品。衣服尽量不买，如果非要买就去折扣店。休闲娱乐方面，观看视频网站需要会员，就去找朋友的蹭。经过这一番财政大缩减之后，他每月大概能存下税后收入的70%。坚持下去，这距离他的 FIRE 梦想就更近了，更快了。印象中的美国是举债大国，全民热衷于提前消费、负债生活，存钱是什么不存在的。但如今，据说已经有45万的美国人高举 FIRE 运动的大旗，加入努力储蓄的行列。那我们该如何做呢？回到最初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实现财务自由需要300万，让人望而却步的问题。但实际上，不同城市的消费、不同层次的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。比如你想在上海实现财务自由，大约需要1040万，这个是根据上海的普通平均消费水平来算的。但在中西部有些城市，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准，只需要120万就可以了。下面给出几点建议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1. 理解真正的财务幸福公式，为了省钱而一味节俭并非目的。FIRE 的核心是让人重新探索，追求自己梦想的生活，并定义自己达到财务幸福的路径。我们把幸福公式定为幸福等于能力除以欲望。查理芒格说过，获得幸福的秘密就是提高能力，降低欲望。具体的来说，获得财务自由就是财务幸福等于被动收入除以消费。当财务幸福指数大于1时，你就实现了财务自由。2. 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 FIRE 计划。第一，重新定义你和节制你的欲望，量入为出。欲望真是一个无底洞，但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，所以想要提升自己的财务幸福感，先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。第二，远离消费黑洞。如果你的经济不允许，最好不要买名牌包包、开豪车，买一个经济实惠耐用的包包、经济型车即可。前者会让你在光鲜背后负债累累，后者让你生活过得舒适又账单轻松。第三，现在储蓄，计算自由期限，按照年开销的25倍做个计算，再细化到每个月的存款计划，看看要花多久你才能达到目标。第四，学会投资理财。星河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些投资理财技巧，给自己的财务自由添砖加瓦，锦上添花。第五，做好生活基本保障，必须做好一定现金流储备和应急准备金，应对6到12个月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3. 增加你的财务能力。如何增加你的财务能力呢？答案是增加你的被动收入。
被动收入顾名思义就是不工作也能够获得的收入，只有被动收入才能让你同时拥有金钱和时间，有点钱又有点闲，带给你真正的自由和保障。以下是给出一些被动收入的方法：一、房产、出租物业。在众多赚取被动收入的方式中，房产投资可以说是其中最为稳健的投资方式了，但是房地产需要很大的初始资金，建议量力而行。二、股票基金、股息或基金分红。其实在所有的财富增值方式中，并且从长期的角度来看，股票的收益是被动收入中收益率最高的，但是股票风险也很高，获得高收益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。目前中国 A 股不建议普通人去投资， A 股目前是7亏2平1赢，也就是70%人亏损，2成人保本持平，只有1成人是赚钱的，所以普通人是不建议入市的。二、基金。目前国内运行的公募基金大概有5000多种，部分基金的盈利还是很可观的，而且定投收益率也不错，有的甚至高达10%以上，是上面我们所说4%收益率的2.5倍。这么算下来，300万除以2.5，120万就够了。三、银行定期存款利息。银行是最安全的，也是最有保障的，可以做一部分稳健投资，但仅仅凭借银行储蓄利率是很难实现财务增值的，因为银行储蓄利率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率。作品写作、摄影作品、音乐绘画创作、自媒体等等，这是一项具有挑战的任务了。这需要你的耐心、坚持学习和持续不断创作，而且初期你可能一直遭受失败，但无论如何你都要坚持，并且坚持下来，不断的学习改进，提高创作能力，成功还是有的。菲尔运动的内容我们就说到这里，说的有些浅，更深层的东西还需要我们去探究。如果你有疑问或者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想更早一点的实现财务自由，我也相信只要去付诸行动，你一定能过上想要的生活。祝朋友们早日 FIRE， 周游世界，享受美食，生活开心，实现真我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